坚持派币挖掘事业的先锋们，大家好！我在此衷心祝愿每位派社区成员都能愉快地参与派币的挖掘。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同深入探讨一个严肃而关键的话题：为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挖掘派币？作为第一代加密货币之后的新尝试，派币旨在解决区块链领域迄今未曾解决的难题。然而，关于派币是什么以及它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实际上了解的人寥寥无几，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派币的本质以及它对未来社会的潜在影响。在比特币诞生10多年后，尽管被誉为数字黄金，它却未能建立完善的生态系统和实际应用。实际上，比特币只是一个存储库，很少有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仅有一小部分加密货币持有者得以在少数交易所上进行交易，但市场受到少数鲸鱼操控。而以太坊则在过去的几年中，通过智能合约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逐渐成为了一个自主生态系统。然而，由于无法像传统货币一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其局限性仍然存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Pi Network 应运而生，致力于在去中心化经济体系中为日常生活和金融交易提供用户友好的解决方案。在当今数字化浪潮的驱动下，尽管区块链技术蓬勃发展，但Pi区块链仍未得到广泛应用。然而 ，Pi Network 深刻认识到区块链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社交生活，构建了比现实社交网络更为丰富多彩的Pi网络，成为社交网络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随着世界日益数字化，加密货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货币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作为首个可供全球代表使用的数字货币，Pi币在全球普及加密货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Pi Network 的使命在于构建一个由普通人保护和操作的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平台，致力于建立一个以Pi币为驱动的广泛应用的点对点市场。当前，我们大多数的金融交易仍然依赖于可信第三方来维护交易记录，比如在银行系统中，交易记录被保存，并确保交易的安全可靠。中介机构如 PayPal 等在规范金融交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比特币的诞生则标志着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得人们可以在没有可信第三方或中介的情况下进行安全的价值交换。这项技术的突破性在于，尽管记录是由社区共同维护，但它始终能够达成对诚实交易的共识，确保欺诈者无法记录虚假交易或绕过这一高度先进的系统。这种技术允许消除中心化中介机构的存在，而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尽管交易安全，但需要巨大的算力和能源消耗，用户基本上需要通过烧钱来解决计算难题，从而赚取比特币的奖励。这也导致了比特币挖矿的高昂成本，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和金钱的集中问题。Pi币的诞生旨在解决这些问题。Pi团队秉承着让普通人参与挖掘的理念，努力降低挖矿门槛。通过日常挖矿或验证交易，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分布式交易记录中，从而解决了更新记录的主要挑战之一，确保开放记录的更新不带有欺诈性。与比特币不同，Pi币挖掘不需要巨大的能源投入，使其更加环保、可持续。这也为更多国家允许和支持Pi币的挖掘创造了条件。Pi币的诞生旨在打破传统金融体系的束缚，构建一个更加去中心化、更加民主的加密经济体系。通过普及加密货币， Pi Network 为普通人提供了参与新型经济的机会，促进了金融权力的分散，推动了社会的创新和进步。当然，我们一同期待Pi币的未来，共同见证加密经济的崭新篇章，用Pi Network 共识算法构建更可靠的分布式账本系统。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分布式账本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进和发展，而Pi Network 以其独特的共识算法和经济模型，成为了引人注目的创新之一。Pi Network 的共识算法，即 Stellar Consensus Protocol（SCP）， 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联邦拜占庭协议的新机制，从而确保了分布式账本的更新正确性和可靠性。这一协议不仅在理论上有所表现，还通过在 Stellar 区块链上的实际应用得到了验证。Pi Network 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这一协议，以平衡稀缺性和可访问性的优点，同时避免了比特币第一代经济模型的缺陷。
比特币作为第一个加密货币，引领了一场数字货币的革命。其中最显著的创新之一是将分布式系统与供应优势的经济博弈论相结合。然而，比特币的固定经济模型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2100万枚比特币的总供应量被写入代码，这相当于全球75亿人中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性推动了比特币价值的上涨，但也导致了其交易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所谓的比特币倒挂现象。一开始，只有少数矿工参与挖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挖矿的人数增多，这加剧了价值上涨的趋势。Pi Network 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通过 Stellar SCP 协议和独特的经济模型，努力避免了这些问题。不同于比特币的固定供应， Pi Network 的经济模型设计旨在实现更为公平和均衡的分布。这种平衡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 Pi Network 允许更多的人通过挖矿参与到网络中，从而避免了早期采用者垄断大量代币的情况。其次， Pi Network 的供应模式也与比特币有所不同。Pi Network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复杂且平衡的经济模型，以确保用户在贡献网络的同时能够获得合理的奖励。这种模型的直观性和透明性使得每个人都能够轻松参与其中，不仅构建了一个公平分布的系统，也为全球绝大多数人口提供了数字经济的机会。与此同时， Pi Network 的共识算法在保障账本正确性的同时，也注重用户友好性。联邦拜占庭协议的运用使得 Pi Network 能够在个人电脑和手机上进行挖掘，这为用户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这一点与比特币的能源密集型挖掘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使得 Pi Network 在可持续性和用户参与度方面都具备了显著优势。换句话说，每位 Pi 网络参与者都将获得预设的一定数量的 Pi， 并根据其参与程度和对网络安全的贡献，在其周期内逐步释放这些 Pi 供应。类似于比特币的指数递减函数被用于控制 Pi 的释放，以鼓励广泛分发。该协议的目标是不仅生成 Pi 供应，还为推荐人和被推荐人或家长和孩子生成推荐奖励。这个共享池可以由双方一生中共同分享。当双方积极参与时，他们能够共同利用这个共享池，避免了推荐关系的滥用。这种模型中，推荐人无法剥夺推荐人的利益，而他们的推荐奖励则在网络层面上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 Pi 网络的发展。为了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并保护开发者， Pi 网络引入了开发者奖励机制，额外铸造 Pi 以支持其持续发展。每个通过开发者奖励铸造的 Pi 都将用于支持 Pi 的发展。类似于采矿和传统的加密货币协议， Pi 的铸造也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公共资金，立即存入金库。Pi 的总资源供应取决于网络中的成员数量，因此逐渐释放奖励。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开发者奖励也会逐步增加，以保持 Pi 贡献者的激励与网络的整体健康状况保持一致。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像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巨头公司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 Pi 网络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所有成员汇集资源，共同分享创造的价值。在 Pi 主网启动之前， Nodeware 将在测试网上部署使用与主网相同的图标信任图，以便成员在 Pi 主网上线之前就能够获取他们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虽然目标 Pi 的核心将在测试网络上托管一些节点，但也鼓励更多的先驱者在网络测试上运行自己的节点。几乎任何一个加入网络的成员都有机会开始测试网络。测试网络将与第一阶段的 Pi 模拟器并行运行，并定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2个系统的每日结果，可以捕获测试网的问题和故障。这将使 Pi 开发人员能够在彻底运行之前提出建议并实施修复。当社区认为准备就绪时，2个测试网系统将达到与模拟器相匹配的状态， Pi 将进入下一个阶段。一旦社区认为软件准备就绪，并且在测试网上进行了彻底测试，官方 Pi 网络将启动。在过渡到主网期间，只有经过身份验证的账户将可用，这些账户代表真实的个人。第一阶段主网 Pi 网络模拟器将被关闭，系统将继续自行运行。未来的协议更新将由社区贡献和 Pi 开发者团队共同决定，取决于挖矿软件的更新节点。
正如其他区块链一样 ，Pi Network 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控制，这确保了货币的去中心化。为了防止重复用户的滥用，系统会给予虚假用户全额平衡，而重复用户将被销毁。这为 Pi Network 未来连接交易所并兑换其他货币创造了条件。Pi Network 的愿景是通过这些机制建立一个公平、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赋予每个参与者平等的机会和激励。感谢观看，下期再见。